第17章冲突。萧炎哥哥，少女俏生生地立在萧炎面前，娇嫩白皙的小手负于身后，身子微微前倾，美丽的水灵大眼睛弯成了漂亮的月牙，其中笑意盈盈，俏美的小脸之上浮现浅浅的小酒窝，煞是可爱。目光从卷轴中移出，萧炎笑着看了一眼面前的少女，旋即目光在大堂中扫过，望着那一道道火热的目光，不由有些无奈的道：妮子，我知道你的魅力不小，可也用不着把我推出来当挡箭牌吧。嘻嘻，抿着小嘴轻笑了一声，薰儿靠着萧炎身旁坐了下来，懒懒地伸了一个懒腰，玲珑的曲线在紧身衣裙的包裹下顿时诱人的凸显而出，随手从身后的书架中取出一张卷轴，薰儿目光在萧炎身上停留了一会，有些慵懒地微笑道：萧炎哥哥进入第4段斗之气了。闻言，埋头于卷轴之中的萧炎眉间一挑，10段斗之气都是处于初阶段，那股隐晦而弱小的斗气波动很难被人所察觉，所以若是不动用斗之气或者测验时探测，一般很难确切地分辨出其主人究竟到达了几段。而现在只是随意看了几眼，薰儿便是一口道破了萧炎的底细，这实在是让他有些感到惊异。这妮子究竟是什么身份？看他先前与萧宁战斗所使用的斗技，明显是高级斗技，这种金光斗技可不是萧家所有。心头闪过几道念头，萧炎偏头深望了一眼巧笑嫣兮的少女，微微耸肩，轻点了点头。第4段了。见到萧炎点头，薰儿小脸上的笑容顿时浓上了几分，轻笑道：想来是和萧炎哥哥这半个月的闭门苦修有关吧。淡淡的点了点头。萧炎并未否认，目光转移回卷轴上，嘴上随意的问道：今天怎么有闲情和他们比试起来了？无聊呗。学着萧炎耸了耸香肩，薰儿笑盈盈的道，目光转向少年，隐约的有抹幽怨。自从上次之后，萧炎哥哥可有半个月都未找薰儿了呢，难道还怕薰儿找你还钱不成？萧炎一怔，有些尴尬，苦笑道：明年就得举行成人仪式了，我能不赶紧修炼吗？抬起头望着少女微微皱起的俏鼻，只得伸出手掌亲昵地拍了拍薰儿的小脑袋，柔声安慰道：以后一定抽出时间陪薰儿。听着萧炎的保证，薰儿小脸这才略微放松了下来，不断在萧炎耳边低声笑语，那副亲昵的模样让得大堂内的所有少年都是不由嫉妒的双眼通红。远远望着书架下轻笑交谈的两人，萧宁嘴角微微抽搐，脸色颇为难看，一双拳头紧了松，松了又紧。作为家族中大长老的孙子，萧宁的优越感一向很强，对于薰儿这位与众不同的少女，萧宁在内心中已经非常坚决地将她内定成了自己的媳妇，虽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如今见到自己内定的媳妇和另外一个人有说有笑，亲密无间，这很难不让萧宁心头不妒火中烧。而且最重要的，与薰儿亲昵谈笑的还是家族中最没用的废物。眼瞳中怒气不断涌现，片刻后，萧宁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脸庞之上再次挂上了和煦的笑容，整了整有点凌乱的衣衫，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书架旁的两人快步行去。大堂之中，众人望着那对着两人走去的萧宁，都是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当然，这笑声明显不是冲着萧宁，而是冲着那似乎还茫然不知情的萧炎。目光扫过卷轴之上的人体脉络形状，萧炎暗暗地将那碎石掌的穴位催动以及脉络走向的位置牢牢地记了下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萧炎低垂的眉头忽然一皱，灵敏的灵魂感知力让得他清楚地知晓大堂中每一人的举动，包括那正走过来的萧宁。这妮子也是个惹事精。低低地叹了一口气，萧炎缓缓地收好手中的卷轴。呵呵，萧炎表弟，来学习斗技吗？需要表哥我帮你找几分高等级的吗？有些东西或许表弟还够不着权限。满脸笑容地站在萧炎面前，萧宁和声笑道。萧炎卷好手中的卷轴，将之轻放在书架之上，微微摇了摇头，淡淡的道：多谢关心了，我暂时不需要。哦，呵呵，我差点搞忘记了，萧炎表弟的斗之气还只有3段，太过高级的也的确很难学会。
手掌揉了揉额头，萧宁似乎恍然地笑道，只不过其脸庞上的那抹讥讽之意却并未掩藏得多深。萧炎轻叹了一口气，这是自己凑上门来找骂的呀。嘴角缓缓地扬起刻薄的弧度，萧炎有些无奈地道，我知道你说这些无非是想引起薰儿的注意，不过我还是不得不说你很幼稚。被萧炎这番毫不留情面的一通暗讽，萧宁脸庞上的笑意逐渐收敛，他可没想到那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萧炎竟然忽然间具备了和他对嘴的勇气，当下脸色阴沉，冷笑道，看来萧炎表弟对我这表哥很有几分成见啊，要不我们比划比划，也好让我看看这几年表弟长进了多少。需要我和你比划吗？薰儿放下了手中的卷轴，扬起小脸，美丽的水灵眼睛泛起了点点冷意，眼角一跳，望着替萧炎出头的薰儿，萧宁心头妒火更盛，狠狠地剐了他一眼，嘲讽道，你就知道躲女人身后，3年前为什么不敢和我这么说话？萧炎踮起脚尖，再次取下一捆卷轴，吹去上面的灰尘，嘴中淡淡的道，不得不说，萧炎这副淡然从容的模样，落在对他有恶感的人眼中，真真切切的非常让人感到胸口发堵，牙齿狠狠地咬在一起，发出嘎吱的声响。虽然心中已然暴怒，不过萧宁却是不敢真正的对萧炎出手。不管萧炎的修炼天赋再如何低下，他毕竟是族长的儿子。深吸了一口气，萧宁阴冷地瞥了一眼萧炎，微微低头，在其耳边森冷低语，萧炎，你已经不再是3年前的修炼天才，现在的你不过是一个废物而已。薰儿不是你能配上的，识相的尽早离开他，否则嘿嘿，虽然平日不能对你出手，不过1年后的成人仪式上，你却必须接受一位族人的挑战，如果不想变成残疾人士，奉劝你早早滚蛋，然后躲到穷山僻壤的地方，安稳地过完下辈子。听着这番威胁的话语，萧炎嘴角微掀，略微偏了偏头，用一种极其诡异的目光打量了萧宁一遍，然后翻了翻白眼，抱起手中的卷轴，转身就走。瞧着萧炎的举动，萧宁还以为他是妥协了，然而还等不到他欣喜，少年那轻描淡写的话语却是让得他骤然间满脸铁青。好吧，1年后我等着你把我打成残疾。